心主，合乎天心。他果然来了。小北鸣人呢？不想死就别动，退。师兄，你猜的果然没错。两位大人，我跟他不是一伙的，我是被他抓了以后胁迫我的。你就是云姬道人？哎，正是小人。云姬道人，我们知道你是被胁迫的，可眼下事态紧急，有件事需要你帮忙。哦。妖邪已灭，夜煞已诛，天心归齐，福佑有加。将计就计，真有他的。成了。天心归齐，福佑有加，没想到还挺爷们儿的嘛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是墨经记载的火光成像之法，利用暗示和光线，便可制造出虚影幻象。这就是四象案中的其中一种，也是最关键的作案手法。你是说，那天空中出现的神兽，跟着蜡烛的倒影一样，都是障眼法？可这神兽和这天空的倒影千差万别，难不成夜煞在天上铺了一块布？没错，那块布就是天上的云彩。你的意思是，那些神兽其实是映在那些云彩上的？那这云彩又是哪儿来的呢？云姬道人用他那些瓶罐里的东西制作出来的。九霄石粉和糖？没错，用九霄石粉和糖做主料，再混入各色的颜料，便可产生彩色的烟雾。再往里面加入净金粉，那些云彩便能反射光影。最重要的是，里面加入了大量的婆娑花粉。待云彩升入空中，婆娑花粉从天而降，围观者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被麻痹无感，从而更加相信眼前所看见的幻象。可就算能做出那些云彩，但那些云也不是实物，如何能把云带在身边随意使唤呢？当然可以，我们在云姬宫找到了大量的绢布和桐油，将绢布和桐油浸泡之后，便可防雨防水，再将它们加以缝制，便可做出所谓的油绢囊。之后将药粉放入油绢囊中，等需要时再打开，那些彩色的烟雾也就出现了。若是按照此法，无论是制造幻象的密室，还是放出的云彩，都需要在高处才能施展得开。跟我来。白虎案发的大街，青龙案发的刑场，周围恰好都有望楼。望楼是城防所用，非战士不会启用。我想当时夜煞的手下应该就藏身于那望楼之上。那吴追和武烈尸体上的伤又作何解释？自然也是假的。吴追和武烈尸体上野兽牙齿和爪子的伤痕，其实是用野兽的獠牙刻意留下的。如果吴追真的死于虎口，那他的尸体上应该会有虎蛇噬刮的痕迹，而且尸体应该是暗淡发黄的。待事情运回去后，我要你重新验一遍吴追和武烈的尸体。你要我剖尸啊？四项杀人根本就不存在，是无稽之谈。这里面一定漏掉了什么重要线索。风清浊在验尸时受幻术影响，先入为主，所以才没发现。是我疏忽了。我们当时也被夜煞给蒙蔽了，还好发现的不算晚。那他又是如何做到遇龙而去的呢？我让方莹去调查那天行刑的刽子手，发现他已经失踪数日。我想他应该是被夜煞收买，或者已经死了。而且那天行刑的刀具本身就是假的。当时台上烟雾四起，夜煞趁大家的注意力被天上的青龙所吸引，趁机换好装扮，留下镣铐，混入人群之中。那这一切就说得通了。不对，青龙案和白虎案利用此法确实能成功，但朱雀案不一样，发生在天牢风域，此法肯定行不通。而且我跟朱雀交过手，若真是虚影，我肯定第一时间就能察觉到。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这只是四项案中的其中一种，而朱雀案与这两件案件的手法不同。什么意思？这本书的作者酷爱方术幻术，
将平生所见奇闻奇观都记录在这本书里。虽然他不知其中关爱，但我在书里的描述中找到了线索。里面说了什么？这本书记录了云姬道人的平生绝学，他的千里江山图就是我刚才所说之法所做。但云姬道人还有另外一门绝学，名为摄心术。摄心术是西域传过来的一种催眠之术，只需要利用一定的技巧，在短时间内便能控制一个人的意识。被催眠之人不但能够听令行事，醒来之后也只会记得被命令记住的事情。婆娑花最大的用处就在于此。你是说，我中了摄心术？天牢建在地下，每一层的通风口直通地上，通风口十分狭窄，只有虫蚁能够通过，所以也不会有人注意。但婆娑花粉却可以通过此口直通天牢顶层。天牢是封闭的，短时间内吸入大量的婆娑花粉，恐怕就不是简单的麻痹无感，而是意识模糊。我想当时不只是你，就连天罡地煞2大高手，乃至武烈，都中招了。可我们到底是如何中招的？摄心术往往只需要一些重复的动作或者声音，便能让人潜移默化地深陷其中。例如，到时候你晕倒了，会有人来救你。所以那天关于朱雀的记忆都是他编出来的，我被他操控了意识。你晕倒后，我和诸葛孔云也赶到了，虽然晚了，但还是在你身上发现了一些蹊跷。你说你进入了火场，并被朱雀给击晕，我和诸葛孔云也进了，但没有看见。整个佛堂是木质的，大火焚烧过后，我们的鞋底多少沾点草木灰，你的却干干净净，而且身上没有任何烟熏的味道。你说你是被朱雀吐出的火焰给击晕，但你却没有一丝头发因为火焰的灼烧而卷去，这些都足以说明你从未进过火场，更没有见过所谓的朱雀。也就是说，朱雀杀人是被他操控后的虚假记忆，让你成为唯一的目击证人，就是他的目的。所谓四象化魔，无非是利用旁门左道的方法做出的障眼法。既然我们已经破解了他所有的手法，那最后玄武案，我们一定会阻止他的。动手！你们几个实在是太碍事了，等我事成之后，定会把你们放出来。你们都让开！你服用了疾风丹，同学们，你疯了！疾风丹没有解药。师兄，你说过作为捕快，就要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，因为我们有必须要保护的人。这是你从小教我的道理，不是吗？钟捕快，师妹，钟捕快，师妹，同学们，师妹，你们先去找人，我留在这儿陪他。师妹，撑住！师妹，你看着我，你要撑住！师妹，师妹，撑住！
一定要撑住，撑住！什么？师妹，师妹，醒醒！师妹，师妹，师妹，师妹！你输了，毒被解开了。不可能，奇峰丹丹洞连无双老人都解不开，短短几日，你们如何解开的？林血寒，当时老兽圣替我金针改脉，将我体内的寒毒逼到一条肺脉之中。其实疾风丹的解药一直就在我体内。你曾经问过我，若是你去了神不营，我去了平远镖局，你会如何？我又会如何？当时我没有回答你，但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的答案。如果真是那样，你可能会成为一个更好的北冥，但我绝不会成为一个更恶的北坤。你们都要走啊？陛下已经将海牙之事和夜叉案始末公之于众，我和雪曼打算再去一趟海牙，帮助他们重建家园。此番可能要去1年半载，也算是完成了当初对海牙人的承诺。那你们两个呢？我们当然要去云游四海啊！老在京城这么待着，太不像话了。况且大齐这么大，肯定还有很多需要我们的地方。你说是吧，蓉儿？嗯。走之前，我还有一件事要问霍姐姐。什么事？你想成为神捕营第2个女捕快吗？不想。求之不得。你们都走了，留我一个人在京城多无趣。你们有谁想让我和你们一起的吗？我有这么讨人嫌吗？这样吧，为了不让我们朱乌阁首座无聊太久，1年后的今天，我们在此重聚。毕竟我们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可不能缺了各位。没想到啊，萧神捕4年后又办了一场婚礼，可不是吗？这诸葛公子啊，都当上首座了，还是他来牵马。是马。当年那次就是我给你牵马，这次还是我。可如今我是暗针营首座，这次面子折大了，以后我还怎么见人啊？谁叫你昨晚又输给了我？还有，你怎么又穿的花枝招展？罢了。大齐第1神捕同意1个人结2次婚，我牵2次马，也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，在下荣幸之至。下回换我给你牵。这一刻盼了多久？执子之手，与你白头锦绣罗帐的春与秋。这一刻盼了多久？对酒当歌，月下蹉跎，美人迟暮，只为你停留。微微风簇浪，散作满星河，只为爱过你，秋水共一色。
花落地也故事，哪怕燕子匆匆南归时，灯笔酒里预知爱情，白驹过隙，恍若真心。那一幕万种风景，抵得住刀光剑影。这一刻盼了多久？喃喃自语，喋喋不休，今朝我一愁梦不休。这一刻盼了多久？杨柳依依，而雪霏霏，没人知路，只为你停留。杨子，就这么等不起？确实等得太久了。哎，师兄，你怎么也变得如此不正经啊？你刚才叫我什么？相公。白驹过隙，恍若真心。那一幕万种风情，抵得住